李嘉诚就是个包税官，过去白人的包税官，在那个蒙元时期，中央政府找一个人包干，你去收税，你给我交多少钱就完了，层层加码，就这玩意儿，这比白手套还恶心，就是一个包税官，充分证明这几千年来重农抑商是正确的。李嘉诚就是这块料，桑弘羊盐铁论，李嘉诚就证明了盐铁论的正确性。还有当年那些晋商，还有什么东林党，最狠的就是民国的买办。民国为什么是官僚资产阶级啊？因为全是买办，上海就是民国的核心，就是国民党的核心。但凡民族资产阶级想干点什么，想发展点自己的东西，那帮买办就先给他们弄死。结果就是那些有能力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去了延安，国民党这帮家伙就这样。但凡你自己人，中国人想干点什么，那绝对不行，一定要买外国老爷的，一定要买洋大人的东西，这就是买办啊，这就是资本家的可恶之处。盐铁论啊，2000多年前，桑弘羊已经把这事说得很明白了，只有利益，没有国家，这就是商人。重农抑商，抑的是商人，不是商业。商业流通很重要，但是一旦商业过于集中，哎呦我去，官方已经点名他了，让他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你那边搞了，这边就遭殃，没什么可商量的，是自己走到火里的，还是自己跳河，看你办了就得。李嘉诚在香港让香港人民每人15平米，这个逼囧。香港这么富裕的地方，这么发达的地方，老百姓的人均居住面积其实很惨很惨。你看我曾经嘲笑过这个事儿，香港人活得很逼囧，不要以为他是很富饶，一碗面100-200块，住在这窝棚里头。过去的香港贫民区，你香港曾经在那么长时间里比中国大陆富裕那么多，不是1天2天，是好几10年呀。结果香港的居住情况怎么样？香港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实际怎么样？还是那句话，香港老百姓没有绝大多数中国农民这个宅基地的状态好。你不要以为这香港这俩字挺洋气，其实老百姓非常的逼囧，100块钱撸串这事儿干不了。还是那句话，你开一个8手车在你家宅基地，你没有房贷，一月挣个几千块钱，就比他这生活状态要好，这就是现实。他那几十年白领下了东方明珠，那不是人民的明珠，是资本的明珠，不是香港人民的明珠，是殖民主义者的明珠，是买办的明珠，是这些包税官的明珠。你看盐铁论啊，2300-400年前咱们的祖宗就想明白了，彻底想明白这事儿了。为什么2300-400年前能想明白啊？因为再往前，从春秋时期那将近1000年，管仲的那些手段，什么齐碗鲁缟，一直到后来的什么范蠡，刚开始的时候商人的名声还可以，结果经过一些经济战争，加上其他的各种手段，尤其咱们管仲的手段，哎呦我去，大家发现商人这玩意儿一定要控制好。所以这个书里都有，从这个桑弘羊到往前商鞅，再往前管仲，大家都看一看啊。这是一本浓缩版资治通鉴啊，看看桑弘羊舌战群儒，哎呦我去耶，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桑弘羊，还有李斯。盐铁论啊，管仲俺淄博的，对，管仲当年的经济战争那绝对厉害，齐碗鲁缟。说了，咱们以后都必须那个穿这个鲁国的这个衣服，类似丝绸的东西，然后那个本国人不能种植，只有那个鲁国可以，然后呢向鲁国出口粮食，换取那些什么华丽的衣服。结果有一天管仲一下令停，不许出口粮食了，结果那边直接悲剧了。哎呦我去，这齐碗鲁缟什么改稻为桑，你看现在越南东南亚都干这个，都在那种椰子呢，哪天咱们说不进口椰子了，不进口火龙果了，哎呦我去，他就悲剧了，知道吗？历史你看咱祖宗的账本那非常的厉害，哎呦我去，祖宗的账本那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牛掰的错题本。你想犯什么错误，你想怎么搞，齐碗鲁缟。最早的经济战争，美国所有的经济手段就是这4个字，无论是当年的香蕉共和国，还是世界各地的买办等等等等，美国所有的经济手段基本就这4个字。当年管仲这4个字齐碗鲁缟就概括了所有的美国经济手段啊，包括这个美元潮汐也都是一样的，美元本质就是一个齐碗鲁缟的经典演绎啊，就是这玩意儿，没有别的新鲜的。咱们祖宗2000多年前、3000年前就玩明白了。还是那句话，商人不靠谱，重农抑商，抑制商人而不是商业。商业流通当然很重要，但是商人这玩意儿确实离谱。李嘉诚就是代表人物，99.99999的大国博弈就2招，第一个郑伯克段遗烟，第二个齐碗鲁缟，基本就没有别的了啊。大国博弈就这点玩意儿，慢慢的放纵他，让他出事儿，然后有一天咔嚓的，要不就是来经济战，就是把美元搞成这样，就是齐碗鲁缟，让你们家没有粮食。这香蕉共和国就是嘛，就那拉美地区香蕉共和国，来你这儿的说，你把地卖给我，我给你解决销路，卖香蕉，然后这个给你补助，给你种子，种起来很开心，挣钱，耶，就这个，那家伙这拉美人民很开心啊，这香蕉种的很开心，刚开始时候确实挣钱了，然后某一天说了，不行，你的香蕉我不要了，大哥，你怎么办吧？哎呦我去，然后你该磕头，该下跪，当初是你用香蕉换我们家粮食，现在我不想给你换了，咱谈条件，等你磕头下跪，把这个国家都卖给我了，我用我的粮食把你国家就买了，就这个大国博弈就这2招，一个是骄纵敌人，郑伯克段遗烟，一个就是齐碗鲁缟。
稿，咱祖宗就全概括了啊，就全概括了，就这俩，99%的内容都是这样啊。哎呦我去，对，还有埃及，跟埃及说，哎呀，你看没有，粮食不挣钱，要种棉花，知道吗？种棉花更挣钱。那埃及人民说种棉花耶，埃及的棉花那很牛掰的。西方人都说埃及的棉花好，为什么呀？你种了棉花没有粮食了，命脉被我把握住了，我当然说这埃及的棉花好了。对，什么郁金香，指导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怎么种地，这都是缺德玩意儿，就是这一招洗碗撸稿，解决一切问题 OK 了耶。哎呦我去，看盐铁论继续啊，智慧之书浓缩版资治通鉴比那个国富论早2000多年，那哈耶克看不见的破手，还有这国富论亚当斯密这帮家伙，这都是孙子啊，跟咱们祖宗比这孙子辈的啊，孙子辈的，这才是牛掰，知道吗？2000多年前就想明白了，各种手段全有。哎呦我去，盐铁论，盐代表盐、粮食等等关键性物资，铁代表各种工具啊，等等关键物资、关键工具，国家的经济管理，国家的核心是什么？帝国三问，战争的时候钱从哪里来啊？桑弘羊帝国三问，很牛掰的耶。最核心的就是一句话啊，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在国家手里还是在商人手里？桑弘羊的帝国三问核心内容就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在商人手里还是在国家手里？这就是盐铁论的核心。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包括什么粮食、盐、工具、什么战争物资等等，这些东西一定要在国家手里。铁路、公路这些核心的东西，粮食、中国邮政、运输等等一切东西，粮食一定要在国家手里。基础的教育等等，你现在拉美国家，巴西总统卢拉在那哭，说我们巴西人民想喝个咖啡、吃个早餐都不行了，为什么呀？因为巴西人民的粮食和土地在资本家手里，没在巴西政府手里，连饭都吃不饱。巴西8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富饶的地方，结果怎么样？吃不饱饭，粮食和土地都在资本家手里，而且都在西方资本家的手里，而且他们还打不过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建航母？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干涉他国内政啊？很简单，当中国人民的航母开到南美洲的时候，我们不让别的国家干预南美人民的命运，我不干涉他国内政，我把航母开到南美洲，告诉其他国的人民，别的国家也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那是你们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过程耶。所以咱们一定要多修航母耶。暴躁了，冷静一点。哎呦我去。